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之前上礼拜，我们邀请到明居正老师针对美中之间他们许多误判的这些状况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些分析说明我们观众朋友当然也觉得非常的过瘾那当我们回过台湾内部台湾内部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模组来看台湾内部的蓝绿特别当这个泛指这个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他们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误判的一些情势对于不管是台湾内部，特别是我们谈到的是对于这个中国议题的部分有没有产生一些他们所不了解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做一次分析，所以我们很开心就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继续来帮我们解读。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宏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老师想一开始是不是麻烦老师再给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中会产生的这些误判，到底有哪些状况呢？对，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误判是怎么来的哈，第一个就中计，就别人骗你了，你被骗了；第二就是你自己去收集情报呢，情报错误；第三个就是你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的导引，而这意识形态呢，把你的这思路带偏了，然后从而让你的看事情看偏了，所以这是误判的另一个来源。第四种来源就是下级揣摩上级然后揣摩上意。我记得上礼拜我谈过，就是这种现象，其实在官僚系统里面都蛮普遍的，但是在强人政治底下，或者在这个专制政体底下呢，因为揣摩上意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误判情况呢也比较严重。这第四个情况。第五个情况，我记得我们讲的是我群思考，就是我们一个团体，一个决策团体，在面临外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内部就空前团结。因为空前团结呢，所以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任何的对自己的决策有怀疑，或者说把对方想的比较强大一点点呢，常常被自己人呢用忠贞角度去批判，搞人家不敢讲话。所以反而使得很多你应该想到问题没有想到，这是误判的第五个根源，叫做我群思考。第六个，我们记得我们提到是赌一把，也就是其实这情报或许可靠，但是呢，我晓得胜算未必那么大，但是我想试一下看看，所以我们要把这赌一把呢也列在这个误判当中，所以这样加起来呢，大概差不多6种可能性。是，我想从这个模组，我们当然在看到台湾内部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蓝绿的阵营之间，他们对两岸情势或国内相关这个各项哪怕是民生的议题到底他们产生了哪些的一些误判因为其实当然对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应该不难台湾什么都可以炒，当然这就是民主多元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现在当然在炒疫苗这个到底有没有复辟派怎么呢？就是开始在炒一些东西，有些当然有意义有些去厘清。我一直觉得民主本来在这过程就不谈效率，它要不断的辩证，不断的大家去思考。我觉得当然希望最终是能兼顾这国家稳定的思考根基那但我们如果今天从误判的角度来看，可能请教一下明老师如果从我们看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角度，从他来看，民进党认为他的误判有哪一些呢？或者这样说吧，我们不必然是民进党就广义的那个绿营的部分，广义绿营就是包括大绿跟小绿在内当然我这样说，我得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所有的绿营朋友都这样看。我只是说有些绿营朋友这样看，而且它应该是就在绿营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或者说比较突出特征。我们这样说，等一下说蓝营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一下，大概应该说现在台湾社会里面，绿营看蓝营或绿营往外看，或看美国或看什么呢？比较大的误判有几个突出的。第一个就是怎么看蓝营？我现在碰到很多绿营朋友认为说蓝营都想投共，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判。是蓝营里面是有这种人，但应该这样讲蓝营的朋友很多呢是从大陆过来的，或者说对大陆有情感的。就他本人呢，可能是外省第2代、第3代，甚至有些的是本省人，本省第2代、第3代或第 X 代，不管怎么样。但是呢，对中国大陆那地方呢有比较强的眷恋。人对故土的眷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就常记得我小的时候生长的环境，我家前面有池塘，后面有山什么等等。虽然同样是在台北，但是我就觉得说那地方还是我很珍惜的地方。所以这种对故土眷恋呢，其实无可厚非。
反过来说，我们台湾人到海外去的时候，你对台湾也有眷恋嘛？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所以这第一呢，就是对大陆那地方有感情，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抽象中国、传统中国，不管是文化、道德、历史等等呢，有感情，这个我想无可厚非。但是你要仔细问他呢，我觉得很有趣啊，在有些饭桌上，比如一批蓝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吃饭，因为大家都晓得我研究中共，然后大家看到什么就问我一下，我一讲出来呢，如果就是开头对中共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利的话或者批评比较重，大家就批评我，同样是蓝营朋友，大家批评我。等到我突然意识到说，我讲中了，我就不讲话了。等到我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开始骂共产党了，他们骂了比我还重，但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事情不能看表面，这是真的看深层。你说他们喜欢中国是喜欢中国，但你说喜欢中共，那不见得喜欢中共。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分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看中共啊，他们是有敌意的。他们看中共，你如果说你去骂中共，他可能会骂你；但是如果说你把话题挑开了，然后你不讲话的时候，他骂中共，我刚刚讲，可能骂的比你更厉害。表示什么呢？他对中共是有敌意的，他中共是不信任的。那大家说，既然不信任，你为什么亲共呢？我等下就慢慢解释，他还不完全是亲共。他是对传统中国有感情，而那个地方那个传统中国刚好被中共占了，所以他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而从而投射到那上面去，他是这种情况。再一点是比较真的说起来比较不好的，蓝营呢想要借着中共力量来对抗台独，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在高喊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是假的，但从蓝营的这些就对故土眷恋的人耳朵听起来是那地方毕竟是我的地方，所以他会想拉住那地方呢来打这个台独的意识。他并不是不喜欢台湾哦，我得说清，他不是不喜欢台湾，他是不喜欢台独，他不希望台湾从他心目当中中国分裂出去。我再说一次啊，这就很关键了。他不希望看见台湾从他心目当中中国分裂出去，所以任何人讲台独或讲台湾讲的重一点呢，他心里会有那种感觉。但是你如果说他到了别的地方去，人家这样骂台湾的时候，他可能会骂那个人，骂得很重。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整体看起来，你觉得他是矛盾的，其实不是。你要把他这几个面上都看见，发现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建构，是这么一个构成。他用这个来对抗台独，然后同时也对抗民进党，这个是蓝营对民进党的一个误解，我等会再说。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比较看见的一个特点。然后它的核心在什么呢？核心就是，其实蓝营朋友应该看见，但是这点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共跟中国没有分得很开，没有分得很清楚。这话说起来也很奇怪啊。最早说要分清楚中共跟中国的是多年前的国民党，也就是老蓝营的人。老蓝营人讲说，我们不要混淆中共跟中国，我们认同是中国，我们不是认同中共。就是现在呢，他们又有点分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第一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绿营朋友对蓝营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误判。第二误判就是再严重一点点，就谁想统一呢，谁就投共。这个其实应该这样说，真的是有一些这种人啊，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呢，这种人毕竟不多，因为你再怎么说呢，大家晓得说共产党统治很可怕。你要我批评民进党啊，批评台独什么可以，但你要我到那边生活，那我是不会做的。但是我这边要骂你，所以从绿营朋友来看，觉得这是矛盾的嘛。对，但对他来说，他并没有，因为我刚刚说了，这构成他人格里面几个不同的面向，这几个面向当中是有小的那种差距，但对他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体。好，那么你说谁想统一就想投共呢？绿营朋友也必须看见啊，这是早年绿营去打蓝营的时候一种这个文宣手法，啊，你就是就像当年蓝营去打台独一样。蓝营把台独打到什么地步呢？凡是讲台湾的、认同台湾的或台湾意识强烈的，就是台独。今天绿营回头去打蓝营，就是凡是这个认同中国的就投共，这手法一模一样。但这两个呢都是过重了，一个是认同台湾的感情，这叫台湾意识，这并不等于台独意识，虽然两者有重叠。
另外就是我认同中国，我对大中国有感情，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中共，这2件事情啊。好，这第2层。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再往下讲，就是说谁想统一就投共呢，就是误解了统一的意思。那这一点呢，应该这样说，蓝营呢，或者说国民党自己呢，没有讲清楚自己统一的目标是什么。他其实心里有数，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个话。蓝营或者说国民党人说统一呢，很多时候在想什么？我想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均富、法治、人权的一个统一的中国。然后这个中国呢，使得我心目中的传统中国呢，到今天发扬光大，然后灿烂辉煌等等。中共的统一呢，只是这领土的合并，或者说主权的合并，但是呢，它却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然后跟这个世界主流价值完全相背离的，他又说不清楚，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我先把这个讲完，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个统一呢说得很清楚。简单说呢，统一被别人简单化之后呢，他没说透，就像当年他去把台独呢简单化的那情况一模一样。好，那讲到这里呢，就其实要讲一下蓝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呢，国民党当然不只是蓝营了，其实国民党是更大问题。国民党难辞其咎。第一个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这么多年来，我其实在30年前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有多少个国民党的高官能够用三民主义或用中山思想明确阐述我的政策？你说我在台湾推行什么政策？这政策我是怎么来的？我的理念什么？我背后的依据什么？在美国，他可以讲出来说，这我是基于社会福利，或基于社会公平，或基于什么？我不是说国民党完全讲不出来，他讲的比较浅，他讲不到孙中山当年讲的最深的部分。也就是说，孙中山的思想其实比较深刻。孙中山思想当然有一些不深刻的地方，但整体来说他是比较深刻的。他是超越了大概当代人，就他那个时代人，乃至现在很多人的想法，他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但是国民党很多人呢，太轻忽的东西，常常认为说那东西是老掉牙的东西，是教条。他没有想过孙中山说，我把一些原则讲完之后，将来的推演跟变迁呢，那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孙中山思想的原则是对的，那三权分立你说对不对？主权占领你说对不对？五族共和，然后这个民主平等你说对不对？都对啊。可是今天你说有多少国民党人或蓝营朋友能够很清楚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或10业计划、建国大纲来解释说我的理念是什么，我中心思想什么？所以当你没有了中心思想的时候，人家看见你的就是很浅层次的作为，这是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国民党第二个问题就是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当年的国民党呢，在黄埔一个小岛上面，不过10万军队，他面对的军阀每一个都比他大，从陈炯明开始到孙传芳、吴佩孚，乃至到后面的张作霖，每一个都比他大。国民党10万人去北伐，打到最后是100万人。今天的国民党有这气魄吗？有这想法，有这野心吗？换句话说，当年的国民党的情况远远不如今天的国民党。可是他却有主宰中国命运的想法，跟主宰中国命运的雄心。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奋斗目标。早年你说口号也好，他至少说我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今天有多少国民党人敢真正想这件事情？大家都说，哎，政党呢是要根据民意的，不完全是哦。我在台大当年是教政党与选举的，政党不是都接受民意的，政党也是要领导民意的，要形塑民意的。政党如果都跟着民意走，民意说那我要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你领导？我领导你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老百姓会说你要给我个方向感，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才会相信你，我才接受你的领导。今天大家都说唯民意至上，这个东西宣传可以，但是你作为一个主政者，你必须要有一个方向感。今天国民党有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方向感，所以这是第二问题。国民党第三个问题就是连年败选之后失去自信了，所以这是国民党这个主要问题。我们等会再回头说国民党，现在再回头说绿营的问题。第4个问题就是绿营有些朋友呢，真的认为说美国会支持台湾，支持到底，或甚至会支持台独，这是绝对错误的。美国呢会支持台湾，
那我们过去讲过，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现在支持台湾对他有利。美国会不会抛弃台湾？当然有可能。美国抛弃过别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抛弃过别的国家啊。中国当年最强大的时候，你说我天朝上邦，然后朝鲜来进贡，安南来进贡，暹罗来进贡，然后什么西域诸国来进贡，然后进贡的时候，中国都保证说，我帮你这个安邦定国，你们出问题跟我讲，然后我帮你平天下，我帮你恢复秩序。请问各位，中国历史2000年来帮多少个旁边国家打过仗？多少国家跟中国求救？中国真的出兵去救的很少很少。有了，帮朝鲜打过仗了，帮安南打过仗了。近代呢，帮朝鲜打过2次，一次是打日本，一次是打美国。帮安南呢打过美国，然后打过法国，是有这样。除此之外多少次？没有多少次。换句话说，那么强大的中国都不太想动兵，你说美国真的会为你打仗？不一定的。那美国今天为什么帮你忙呢？简单说，有共同利益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你说美国支持台独，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玩台独。我们讲的彻底一点，美国是玩台独牌，但是他不敢去真正打台独牌。什么叫玩台独牌？我在手上挥舞，让中共觉得说他可能支持台独，他可能会支持台独，但会不会支持台独我不知道。美国就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你介意。你越介意，我这张牌玩得越高兴。但是这张牌我一旦打掉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换句话说，在美国眼里看起来，台湾也好，台独也好，是一张牌，是张好用的大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讲说，美国跟中共拿台湾当棋子在下嘛，就这意思。我不是贬低自己，我只说看清楚我们所处的境界跟所处的环境，然后做最好的打算，跟做制定最佳政策。那么这样讲透之后呢，大家就明白说，美国不会支持台独，美国会玩台独牌。所以美国不支持台独呢，不是说只是担心跟中共打仗，而是说我如果真正台独化，我这张牌就废掉了。我不是自断手脚吗？我就是要这张牌拿来克制中共，我没有这张牌，我怎么克制中共？当然你说我还有别的东西，有南海啦，有日本，有核子武器，但是这张牌就在你旁边，你介意呢？我花比较小的代价去对付你，我为什么不保留这张牌？所以美国人觉得说，美国总统当中谁比较笨？卡特笨。为什么？他把台湾这张牌几乎废掉。大家觉得最不原谅卡特就是这一点。你说别的糊涂就算了，帮助中共一下算了，但这张牌，这张是我们最后一张这个创卡。那这张创牌如果打掉的话，你不就废了吗？就这很笨的事情。所以美国呢，看台湾是这样看的。这样讲起来可能比较残忍，但是再回头这样讲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定位，跟小罗说我们怎么去用。那绿营朋友，我觉得最后一点比较突出的误判就是，台湾有求于美国之后呢，台湾对美国不敢大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因为我们台湾话就是被人看破手脚。当美国看破我们台湾手脚啊，或者看破绿营手脚之后呢，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这点反而就会被蓝营批评说，你整天在抱美国大腿。其实我晓得很多绿营朋友他不是这样想，很多绿营朋友呢，他其实在伐交，他在晓得说这个国际形势现在对我有用，然后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呢想拿我来玩，那我让他玩一下，从而扩大台湾利益，他是这样想的。但蓝营朋友有的时候呢，或许看见了，或许真的没看见，所以那个是蓝营的误判，我们等会儿再说。所以以上这5点，我觉得是我现在看见的绿营当中的一些人呢比较大的误判。当然啊，谈到这个绿营对蓝营的误判之后，当然现在反过来，那蓝营对于绿营又有哪些的误判呢？第一个就是绿营都支持台独，这个在蓝营朋友们非常普遍。是绿营很多人讲台独，然后绿营当初的党纲也有台独，这都给了大家一个印象。可是他们可能还不晓得，因为我跟民进党这个开始互动的比较早，当然最早是不打不相识了，互动比较早。很早我跟民进党高层接触呢，我很惊讶发现民进党高层有统派，原来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也不会相信。我是亲身接触，然后跟他们讲完话之后，我才发现说，哦，他们真的是统派，他也知道他是统派，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深绿的台独在民进党里面其实还真的不是多数，大家是
倾向台独，或者说台湾意识比较重。我再说一次，台湾意识不能等同于台独意识，这一点呢，蓝营朋友真的得想清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台独问题上，我想讲第3点，就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重大改变，而国民党呢，或者说蓝营很多朋友呢，还没看清楚。大家再回去读一次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当时呢，这个决议文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我非常震动，我说：“哟，民进党准备执政了。”为什么呢？他就要告诉你说，我现在过去我讲台独，现在我要把台独供起来，当作神主牌，然后现在我讲台湾前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讲，我的核心价值就是维持现状，我不要把台湾去做巨大的改变，我不想这样做。可是很多蓝营的朋友看民进党还没看懂这一点，还是觉得说民进党就在讲台独，讲台独。当你看不见你敌人的真面目的时候，或你对手真面目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误判，你的准备是错的，你的打击是错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绿营是不是都支持台独问题？第二，绿营只会抱美国大腿，是有这种人，我碰过，那我也很生气，然后有些绿营的朋友也很生气，这种人也骂说你真的这样子。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绿营朋友非常清楚。他说：“我现在就是要运用美国。”美国朋友听了可能很不高兴。不过话说回来，你也不这样运用我们吗？所以这个国家之间有互利，我们就互相运用嘛。一旦没有利益的时候，那我也不用你，你也不用我，大家一摊牌就走了。所以有些绿营朋友很清楚说，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伐交。为什么呢？台湾小国寡民，在国际上面对中共这么强大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各方面呢，我们都不如他们，所以我们筹码比较少。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只好依托比较强大的美国，让他帮我们做一些我们的事情，然后促进我们的利益。这个观点是很棒的，这就《孙子兵法》讲的其次伐交嘛。这是第2点。第3点呢，我在绿营朋友当中听过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如果蓝营朋友想清楚的话，我们蓝绿双方呢应该唱双簧，应该唱双簧。对中共我们要唱双簧，对美国也唱双簧。那有的时候讲台独，然后你讲统一，你们认真讲台独，你们认真讲统一，然后大家假装互相反对。反对是反对，但是大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我们怎么样子呢？唱双簧，唱到让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对中共也这样唱，对美国也这样唱。一方面就是我们扩大我们的光谱，二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扩大台湾的利益。可是可能我听得比较少，这种话我还比较少在蓝营朋友当中听到，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常常讲，我说台湾地狭人稠，然后地理空间非常小，战斗机从大陆那边飞过来，几分钟就飞到了。从台湾头飞到台湾尾呢，不要10分钟就飞完了，所以在地理上我们的空间是很小的。这么小的地理空间，我们面对大陆，我们怎么创造我们的回旋空间出来？所以我们的回旋空间不是地理，我们的回旋空间必须是战略纵深。台湾内部有蓝有绿，看起来打得不可开交，其实心里很清楚，我们在唱双簧，这样子才能增加台湾战略纵深。我们才能真达到欺敌的效果，甚至就是达到欺骗美国，让他帮我们做事效果。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这样讲，因为这是促进台湾利益，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蓝营朋友的第3个误判。第4个误判，就有些蓝营朋友呢，甚至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联络中共对付民进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我得必须澄清。中共常常用民族主义来统战、来分化。当年呢，在大陆上，国民党被共产党搞垮掉的很核心一块就是民族主义，不管是抗日也好，不管是这剿匪也好，他玩的都是民族主义。而今天呢，他用同样的民族主义来玩国民党，而国民党蓝营很多朋友居然还被玩了。你想想看，今天为什么你在台湾，你不在大陆，不就当初被人家玩的结果吗？所以如果说分不清楚中共的本质，分不清楚中共跟中国，看不懂中共的那个假的民族主义的统战，你不明白中共的动机的话，你想要去拉拢中共来对付民进党或对付台独，那叫请鬼拿药单。这第4个误判。第5个误判就是
国民党现在常被人家批评说跟台湾社会脱节，你看看台湾社会青年现在强烈反共到什么地步。所以蓝营一定要把你的中国讲清楚，把你的统一讲清楚，把你跟中共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讲清楚。讲不清楚的话，你下次选举也很难选。第6点就是呢，把这些总结之后呢，第一，误信了蓝营有一些朋友误信了中共的统战，错看了美国，然后强烈反美，搞到最后自断生路。我知道，就蓝营朋友很多当中呢，有很多群组传来传去，传很多讯息。这讯息仔细看哪里来的？绝大部分是大陆那边过来的。有些在蓝营朋友自己在发牢骚，那算了，那个比例比较低。但大家传的很大比例是中共的统战的东西。中共统战的东西在你的手机上这样传，你还大量传给朋友，你不是帮人家在做文宣吗？不是帮人家在统战吗？所以我常讲，我说分不清楚中共跟中国，这最大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以上我看到呢，是蓝营几个比较严重的误判。是刚刚明居正老师从不管绿营看蓝营或者蓝营看绿营共同所产生的一些盲点，我想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清楚。那当然回过头如果他们2个有没有共同蓝营绿营都共同有的这些盲点，老师会有吗？是哪一些？你这样讲，我觉得还真是有。大家都觉得中共强大。大家都误判中共强大，包括美国在内，而且大家有个错误印象，就是中共会更加强大。我从2012年开始公开演讲到现在呢，9年多。那当然以前没有上电视，现在上电视。大家回去看我过去记录也好，在电视上可以找到过去演讲。我们当时跟一些团队朋友合作，我们预测中共的政治发展，到现在为止，大家看是不是大体都对？我们讲了中国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都爆发了？一层层都爆发了，包括我们讲美中贸易战等等，是不是现在都对？所以告诉各位，中共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他讲那么强大，真的是骗你的。所以，而台湾很多人真的被骗了，这第一块。第2块，因为大家这样的看中共，认为它非常强大，所以第2个误判就是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里面是没有缝隙的，是没有斗争、没有派系，是无法分割的。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跟我自己亲身接触结果，我晓得，中共不要说中下层，很高层，它有2个派系，外界看不太清楚。第一是民主派，他们是真正想让中国民主，所以推动中国参加世贸啦，参加什么，就是要跟国际接轨，回来倒逼中国民主化。虽然到现在为止不太成功。第2，中共高层有亲台派，他们真的想保留台湾，想让台湾壮大起来。曾经有人设想，就是说割福建给台湾治理看看会不会搞得更好，这就很标准亲台派的作为。不要以为现在没有，现在依然有。也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爱惜跟台湾的肯定呢，在中共高层呢大有人在。大家再不相信的话，回去读读赵紫阳在退休之后的被罢黜之后的回忆录，它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也就是说呢，中共高层里面有派系我们可以用，所以这样就产生第3个问题。我们蓝绿对于中共的误判就是找不到中共的弱点，所以就没有想到去运用。所以台湾最大问题，不管蓝绿呢，我觉得最大一个盲点在于说，我们呢好像被动防御之心比较强，主动进取之心呢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大小强弱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想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话，那我们是比较悲惨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在明白我们自己的误判跟盲点之后呢，能够吸取教训，能够改弦更张呢，让台湾甚至让全中华民族呢，能争取更好的未来。这个今天大概针对我们上一集针对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彼此之间的误判，到我们台湾蓝绿之间的误判，我想许多值得来探讨。甚至我也跟明老师讲说，看来下次有机会也要谈一下中国跟台湾之间彼此之间误判。我觉得从这样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那当然谈到刚蓝营，我也想起曾经在群组也有人传说，当然他不止在调侃所谓的蓝营啦，我觉得那是整体台湾，也是刚刚明老师说的，我们必须要借由这些事件，重新台湾人要重新做一些思考，因为毕竟像我们男生服过役的都喊过那个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政府领导，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把它反过来讲，我们现在奉行不知道什么主义，然后大家也都不服从政府领导，台湾刁民不少，不管蓝跟绿的。然后呢，另外当然回过头也不消灭万恶共匪了，然后当然更放弃了对岸的同胞。
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再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做。那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带来我们精彩的分析。我们之后希望大家如果有对于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然后希望明老师来解答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真的都非常欢迎大家的留言。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拜托帮我们转传，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这些相关两岸的一些议题哦。我们真的觉得多看多听一些好的节目，我相信就可以减少我们对许多事情的误判。再次感谢明老师，也谢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